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是子定。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依然为大家请到两位受欢迎的主持人方菲和张教授。谢谢子定。大家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下这个中共政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共政坛在过去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些事情，很耐人寻味啊。第一就是说，王岐山的前秘书李小红又出事了。我们知道这个王岐山5大秘书啊，已经在过去几年先后出事，而李小红其实年纪很大，70多岁，他其实已经退休9年了，然后这次又被习近平给抓出来了，就感觉，就我看有人评论说，这好像是对王岐山凌迟致死，就是说，就是你身边的这个羽翼，我一个一个给你扒出来啊，一个一个给你是，而且他这些几个前任秘书判刑都很重，对，基本都是死缓，基本都是死缓，都是死缓，全都是死缓，一个一个。现在凡是没判的。还不知道判了的全是死缓，对啊，我觉得这下属这简直是非常厉害。习近平为什么这么针对王岐山？王岐山已经退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我听蔡胜坤说，他讲就是说，因为在20大的时候呢，王岐山说我就不连任了，你呢也不要连任了，就是还劝他不要连任，劝习近平。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简直就怀恨在心。对，我觉得这太小心眼了吧？对，太小心眼。这20大这是什么时候？我们现在马上21大了。21大，对。王岐山，我觉得其实在过去的就是一段，就是其实从19大之后，王岐山已经被边缘化了，对吧？很明显边缘。对，而且，习近平是不能够容忍在他身边有一个强势的人存在，因为那时候叫做习王体制。一开始是说，后来说什么习李体制，说是习近平跟李克强，所以李克强就特别不受待见嘛。后来你一说习王体制的话，王岐山肯定也就不受待见。他干得越好，其实反而对习近平来说，他就越要整你，就是感觉功高震主嘛，怕你飘了嘛。所以王岐山当时这个拿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的那些把柄在手里边，习近平很担心王岐山会有一个自己的团队。王岐山那时候有没有查习近平、习远平黑材料？没有用。我觉得像王岐山这种人，他应该明白什么飞鸟尽，什么良弓藏啊，对这种道理啊。对，就是，但是我觉得王岐山他可能还是觉得他跟习近平以前是睡一被窝的嘛，然后又是太子党。其实以前你要说这个习近平把王岐山抓起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自从张友侠被抓之后，好像习近平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令人特别的意外啊。对，但是王岐山地位太高了，他是国家副主席，对，就21大上嘛，就是如果习近平反对他的声浪如果很高的话，他要拉出一个人能够把你们所有人都吓死的，那就王岐山是非他莫属了已经。对。说在2016还是2017年，说有个饭局上，王岐山跟他的一些旧部就说：“我年纪大了也保不了你们，对，是不是？”对，这话听起来好苍凉。对，是，而且都印证了，真是一个一个落马。是，其实那些人都是王岐山特别信任的人。你像李小红，就是以前从北京市，当时王岐山做副市长的时候，他做秘书长，然后后来呢，等到王岐山去做金融的时候的话，他就跑到金融的口。等王岐山到中纪委的时候，马上就把他调到去做那个中纪委巡视组的什么副组长什么之类的，就是属于深受王岐山信任的，等于是一直是就跟李小红和王岐山的关系就有点像蔡奇和习近平的关系一样，就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好像这个人还蛮喜欢写文章的哈，很喜欢舞文弄墨，有点王岐山好像是比较喜欢文化人。对，王岐山我觉得他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当年那个和福山谈那个历史的终结，你记得吧？就那时是特别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当时那个弗朗西斯福山，他跟福山还谈过历史的终结。对，因为当时福山在1989年的时候是这个冷战柏林墙倒塌嘛，他说历史已经终结，是因为不会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了，就是这个人类对于政治制度的探索已经结束了。然后呢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人人都有需要被尊重的这种心理需求，而民主就是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然后结果王岐山后来就是整个那个大概是90分钟的谈话嘛，王岐山大概90%的时间都是王岐山在讲。福山大概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不能有独立的司法？王岐山说绝对不可以，他说中国的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其实当时王岐山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当你没有独立司法的时候，也没有人等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也没有人来保护你。所以就是说你在拼命维护这个制度的时候，最后扑向你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反噬了。跟刘少奇一样吗？
对，跟刘少奇举这个什么宪法说我是国家主席，是，就刘少奇当年也是迫害别人，最后又被迫害死。对，吴晗其实也是，你看吴晗被整得特别惨，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从西面历史系海瑞罢官开始，后来吴晗就自杀嘛。吴晗死的时候他特别惨，他的那个女儿就疯了。疯了之后，到处就是说，哦，我爸爸没有事，我在报纸上还看到了我爸爸什么什么之类的。后来等到他女儿就是把他带着他，吴晗有个儿子嘛，把他那个儿子带到18岁的时候，他那女儿给他儿子就是他给他弟弟写了一封信，说今天你18岁成年了，我已经完成了就是对父母的这个义务，然后他就自己就自杀了。就你觉得吴晗很惨，但是当年吴晗是要拆北京城墙的，当年他是跟那个就是那个梁思成对着干的嘛。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是你维护的这个体制，最后打倒了你，所以都不冤，没有一报还一报，真的都不冤，真的都不冤。你那个是2012年王岐山刚刚当选政治局常委，他是2012年11月初，当时忘了就是这个18大嘛当选，当月他开了一个会议，召集所有的干部一块开会，他讲的就是托克维尔的那个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说如果镇压的机器松动的话，那正是人民起来推翻我们的时候。所以他当时就讲镇压不能松嘛，就是他其实已经是，他是拼命的维护这个体制，最后这个体制过来吞噬他嘛。对啊。真的是这个跳不出来哈，就感觉王岐山也是个挺有识之士。对，那当年那个就是改革开放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就走向未来的丛书嘛，就当时是有一堆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青年导师，像什么李泽厚啊，就是当时有那么一批，就是引导青年人的思考，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包括带动社会转型的那一批人，出了那个走向未来丛书，当时王岐山是编委嘛，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习近平对于这些有能力又是就是名牌大学走出来的人，他心里是有一种很强排斥心理的。对，王岐山、李克强这种人说，别看你们什么北大清华出来的，我一定要，就他可能有一种自卑加嫉妒在里。王岐山其实国际上评价很高，我记得当时新加坡总理对他就是说，中国就是这些国家领导人中，他最佩服的就是王岐山，就是和他交谈。对，王岐山其实王岐山对历史懂得很多，然后呢，王岐山对经济方面确实非常懂，就是包括政府治理，王岐山也很懂。但是就是王岐山，反正我听王岐山讲东西的话，你听他讲历史事实的时候，你觉得这人很懂；他一旦讲到观点的时候，跟我一下子就你怎么能得出这种观点？你现在这种结论，他说不定观点就不一样了。对，反正我看到人家说那个。就是任志强被判重刑的时候，基本上就知道说王岐山不行了，不行了。对，那时候就开始找。你说这习近平这记仇，这记了多少年？王岐山什么时候下台的？现在都是快10年了。对啊，对。说到这儿，其实我刚才说为什么今年官场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蔡奇接任中央党校校长，对，陈希下台，对，陈希是清华帮出身，清华帮最近出事了好几个，李干杰是清华帮出身，对。然后，当然，清华帮目前最重要的也是陈希最信任，就是陈吉宁，上海市委书记。对。但我觉得陈吉宁接下来能否入常或者他的动向是很关键的。对，陈吉宁，你看他那个接待外宾的时候，直接用英文跟外宾聊天，又是一个侃侃而被待见的人，是刘英的博士。对，又是一个。就是感觉当年薄熙来英文也不错。天哪！你说什么我不懂的鸟语？这个人什么鸟语？一定有问题。对，什么鸟语？必然怀有2心，对不对？一定就抓起来。猪批。对。我觉得习近平心里可能是有这个，但是最近官场的第3个异动，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蔡奇，您刚刚提到这个权力越大，它可能越危险。那现在中共体制内部。权力最大的除了习近平，就是蔡奇了。对2号人物。所以你看蔡奇，就是今天有一个什么北京政协的什么副主席，还是叫什么小东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人好像跟蔡奇的关系是很好的，也是福建帮的，被拿下。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权力，比如说习近平可以给你很多权力，但是呢，你不能有自己的班底。对，因为你有班底的话，就可能会造反嘛。然后呢？而且你越是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你权力特别大啊，你蔡奇是在习近平面前第一红人，越跟蔡奇走得近的人，那人可能反而更危险。就习近平要把你身边的人给拿掉了。是，那你觉得蔡奇下场会是什么样？
哇，哎，他为什么要当党校校长？我还没搞明白。不是正常的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都是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所以这个接班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接班我觉得是很正常，反而不正常的是当时陈希为什么要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留任这个中央党校校长，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陈希就当时跟习近平是在清华说上下部嘛，然后说这个陈希当这个组织部部长的时候提拔了很多人，现在出事儿了，一个一个出事儿了，所以说陈希就下去了。然后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所以这不预示着蔡奇的仕途有任何变化。我觉得蔡奇身边的人可能会被收拾，但是蔡奇自己应该没什么事儿，甚至我觉得蔡奇可能会主动收拾自己身边的人，就表示说他对习近平是没有这个听起来感觉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啊。对，那当然了，那当然就是就是自断底下无心事。对，就是自断臂膀啊，就很多时候。你像那个当时周恩来不就是他那个手下有一个卫士长叫程元公嘛？他那个程元公那个对于周恩来就像汪东兴对毛泽东一样，就是跟了他很多很多年。然后结果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那当时周恩来召集的会议，然后请江青来，就江青就是那个来晚了，周恩来好像还交代说程元公说等江青来的时候的话，先让江青吃点东西，然后的话再来参加这个会议。然后江青当时要进那个厅的时候，程元公就在门口说：“我们给你准备了点吃，你先吃。”当时江青就怒了，说：“你们在里面商量什么东西不让我进去？”完了之后就说程元公是，说你就是周恩来的一条狗啊，说你就是这个就是要这个就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然后的话就要说把这个他就跟那个汪东兴说把程元公给我抓起来。你知道那个中央警卫局局长是专门是管最高领导的保卫的吗？对。每一个正国级的人有一个专门的保卫的人，那个人是副局长。就是他是那么设置的，所以程元公，所以当时他让汪东兴把程元公抓起来，汪东兴就不抓，汪东兴就觉得你这完全是在这瞎胡扯，就是胡闹嘛。结果呢，周恩来说程元公这个人必须要抓，以显得我们没有私心。这当时是周恩来跟邓颖超也这么说。当时他们当时求邓颖超，后来就把程元公但是后来汪东兴也不肯抓，汪东兴就把程元公调到别的地方去，就基本上发配了，等于是就离开这个权力的核心圈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跟着他特别近的时候，反而他觉得抛出你才能够显示出他的。天哪，周恩来这人太阴了，周恩来这人特别阴险，哎呀，这人太阴险了。不是，我听了这些故事，我怎么觉得这哪是一个国家啊？这是一个黑帮啊！绝对比黑帮还。就是你在黑帮老大身边，你才是这个你的心态，对不对？对，黑帮老大觉得我手下人有问题，我先把我手下人干了。对，这不就是黑帮吗？对，但是比黑帮厉害多了。黑帮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是我的小弟的话，我得罩着你，对吧？他们就是为了老大，他可以把自己的小弟牺牲了。真是混了这么久，连黑帮都不如。你看王岐山，对，真的是很糟糕。你像周亮，对于王岐山，我看说相当于他干儿子，跟了那么多年。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王岐山说，当时王岐山还跟习近平推荐过这个周亮。对，你这推荐本身的话，可能就已经上了习近平的黑名单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但是你觉得为什么习近平不把他，比如说，那我就纳为己有，就是我变成我的羽翼，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去做呢？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就是假如说周亮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习近平忠心耿耿表现出来的，那习近平怎么会知道说你到底是为了你真的是为什么蔡奇习近平比较相信的？因为是在习近平最倒霉的时候，蔡奇也没有离开他。对。但现在习近平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天下人都要讨好他的时候的话，他已经不知道谁在讨好我是出于私人的目的，还是真的是对我忠心耿耿。哎呀，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就是说，你说这个作为领导人或者这个君主。能真的有那种胸怀，能去接纳对方的叛将成为自己人，不是件容易的事。那就李世民就是这样。我就说李世民，对是，所以他就是魏征嘛，就是魏征原来就是跟着李元成的嘛。对啊，对，不是李建成的嘛，他跟着建成的嘛。然后他还问魏征什么，魏征还说啊，可惜那个建成没有听我的话，要不然的话你就被干掉了。这种话都敢说。对啊，所以唐太宗反而把他留在身边，他觉得你敢说话，所以你就专门做我的谏官嘛，就专门给我提意见。习近平要听到这话，死缓，死刑，凌迟。哎呀，对。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其实坐在那个位置，他的心里会很变态的，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身边两边人太多了，就是他怎么能够想到苗华、何卫东在他背后搞什么事情，就想到张耀侠在他背后搞什么事情。
很多时候独裁者最终就是走向孤家寡人哈，这是避免不了的必然结局。对，并且他在这个政治斗争过程中，他的就像你刚刚说，他心态我觉得已经黑化到正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看别的，我就说他拿张幼霞其他人，我觉得你说政治斗争我们还可以理解，你动王岐山退下去这么久的，这个李小红已经退了9年了，你再把他王岐山这些人，而你不是一次一次抓，你是隔1年、隔1-2年我抓一个，隔1-2年抓一个，对，这真的就是在凌迟致死的感觉。对，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过去吧，比如说是一个人落马的时候的话，你总会觉得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啊，比如说是芳菲对习近平这个不忠，在背后搞团团伙伙什么之类的。现在抓的话就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东西。他抓你的话，他只是为了吓唬别人，就跟杀鸡儆猴一样，就是说你杀那只鸡可能啥都没干，但是你为了吓唬猴子，必须得把这只鸡杀了，就这种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习近平现在他的那种就是高层人人自危。我看到就是最近说有人用 AI 分析习近平的面相，你们看到没有？哦，对，台湾的一个人不高兴，习近平不高兴，恐惧和悲伤的那个情绪什么大幅上升。对，他分析的是他在2015年跟2025年2次大阅兵时候的那个。对，他的那情绪分析，那确实25年肯定不开心啊。对，25年你想发生了什么多少事情？其实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张幼霞那个时候是完全被边缘化的状态，因为按道理来讲，这种阅兵的话，军委副主席应该是站在他的至少是很靠近的位置。习近平上一次2015年大阅兵的是一边站着江泽民，一边站着胡锦涛嘛。那今天胡锦涛不在，那两边的话，他就找了普京和金正恩站在他的两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军委副主席的话，你好歹也应该站在金正恩的旁边，对吧？对，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比较正常。结果张幼霞当时是站在所有的那种就是好像恨不得政治局委员那一堆里边的话，他都是特别边缘化。而且张幼霞当时满脸的那表情特别严肃，真的表情是很难看的。反正当时就是他俩肯定当时已经是水火不容的状态了。还热化，你像1月份就出事了嘛，那时候已经是对，就但是当时就是大家还在传嘛，就说张幼霞。要已经什么控制军队啊什么之类的，就你看着那个情况就感觉不是，习近平是不能够允许有这样的人在他就是能够掌权掌到这种程度的。是，所以你像习近平这一次去北韩啊，对，去见金正恩，他好久星期2是吧？这是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过去习近平都半年都过去了，习近平才第一次出访。而且过去10几年，中国和朝鲜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好，就是最高领导人没有去过朝鲜。这是他第一次哈，7年以前去过一次，在7年以前去过一次。在习近平这次，我觉得就是现在金正恩，我倒蛮有兴趣观察将来北韩的这个发展的前景是怎么样。因为金正恩现在干了几件大事儿，一个是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从宪法中拿下了，第二的话呢是承认了那个就是朝鲜半岛南北分治，就是南韩是另外一个国家，而甚至都不再提敌对国家。完了，第三个的话又跟普京的关系搞得不错，就是等于是他好像似乎是要合纵连横，然后呢就是我也不对外入侵了，你南韩我也不想统一了，你也不是我的敌人了，我把我自己的日子过好。这个对。第4是不是把他女儿立为这个接班人？立为接班人。所以其实你看那个2023年的时候，当时那个蓬佩奥不是写了一本书嘛，就是叫 Never Give an Inch，对那本书里边提到就说他跟金正恩说啊，那个这个中共特别希望我们从朝鲜半岛撤兵，说如果我们撤了兵之后你会很高兴。金正恩拍着桌子说这中国人都是骗子，他说我希望你们美军能够留在朝鲜半岛，因为如果你们走了的话，中共会吞并我们，就像就是他对我们会把我们当成西藏跟新疆一样。所以其实你想，当时的金正日也好，就是金正恩也好，就是搞核弹，很显然，我觉得不是针对美国的，因为他如果针对美国的话，美国干死他太容易了。他实际上是针对中共的，我觉得就是说我有核弹了，你别惹我，别惹我。但也可能针对韩国。我觉得不见得。你想，金正恩上台之后干掉的2个人，一个是张承泽，一个是金正男，这2人都是亲北京的嘛。就是张承泽当时就是要把。就是金正男扶上来，因为当时后来结果这事儿后来被周永康报告给了金正恩，那金正恩后来就把张承泽给处死了，所以那周永康的那个判刑的时候不是有一条就是叫泄露叫国家机密还是怎么着？原来是这么来的。对，是因为这个事儿。就当时胡锦涛还是什么，他们有这么一个政策。结果后来
他等到张承泽死了之后的话，他后来把金正男也干掉了嘛。所以说，其实金正恩对于共产党中共是很反感的。但是现在习近平是希望能够拉住北韩一块来对抗日本，因为日本现在完全是跟台湾站在一块儿。哦，对，习近平好像对高市早苗意见特别大。对，两个人嘛，一高市早苗，一个是那个叫赖清德嘛。对对对，就是习近平跟川普谈的时候的话，一提就激动。对，一激动情绪失控。对对对，就好几个外媒报道，就是说在和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期间。就聊到高市早苗，那恨的是咬牙切齿，对，杀父仇人。天哪！习近平情绪失控。对，看来习近平真的是，我觉得他极不稳定。我觉得他现在情绪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对，因为你知道，就是说，你像那个，就是隋炀帝哈，咱们就是随便聊天说，隋炀帝当时为什么纷争高丽，就是因为高丽的那个国王呢不肯像。就是其他别的国家那样，像什么对战城啊，什么像什么其他别的琉球啊什么之类的，像隋炀帝称臣纳贡，那隋炀帝一定要干死你。你像现在习近平，现在普京对吧？有求于他，川普整天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这多时间出来高市早苗是吧？所以但凡出现一个不太那个像他，对，就 defiant， 就是那就不太要 challenge 你的话，习近平就是我觉得心里受不了。赖清德也是嘛，赖清德讲，而且赖清德专门讲习近平特别不爱听的话。你说习近平在国内说一不二的，对不对？对，那些别说干事儿的，那心里有想法的都被习近平给收拾了。现在海外碰到这两个人，所以习近平真的他那个执念哈，你看川普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从北京回来还是当天第二天接受采访，他说昨天晚上说习主席跟我。一晚上提的都是这个事情，就那意思，一晚上谈的都是台湾。对，是。整个一晚上，哎，我心说这个天哪，这简直是属于怨妇的那种级别啊！啊，对呀，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心里面有的话，你不要这么显露出来。对，你不用这么说吧，对吧？而且习近平还直接问川普，你会不会保卫台湾？哪有这种直接问人家的？这种说话就像那个我们。幸好川普守住底线，说我不能告诉你。不是，他这是透露自己心里，就是说，举个例子，你像侦探小说里面，你什么时候会问一个人，你是不是杀人凶手？你会这么问吗？你如果这么问，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嫌疑最大，就是或者你自己是先杀，或者你自己就是。习近平问川普这个话，就是因为习近平觉得川普很有可能会保卫台湾，所以他才问这个话。对，川普以前说过嘛，如果你炸台湾，我就炸北京。炸北京，我第二轰炸一轰到一，但川普话经常变，你也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川普话的威力有点失效。所以我就想说那伊朗的事情，你说吧，是呀，就是说川普现在在伊朗这么反复的这么横跳，然后你让习近平看到做什么结论？对呀，就看到习近平的话，他肯定觉得美国已经靠不住了嘛。但是川普还有补救。他要把古巴弄翻天了，就补救回来了。对，反正这次蛮有意思的，就是郑丽文这次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讲了一些东西，感觉好像是他对美国还相当友善，而且希望美国介入台湾的事件。你看到吗？就是他一共讲了5条，我记不太清楚，但其中就是说对美国的那个政策，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感觉好像他竟然好像，我不知道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还是说他真是这么想的。我非常不喜欢郑丽文这个人。就是我好节目里说出来不太好，但是真的就是他明显是背后有中共影子在的。对，而且说句实话，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他。就是因为郑丽文野心太大，就是本来国民党定好的是就是因为今年是这个9合1选举，2年之后选举肯定是卢秀燕，就是说基本上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声望最高，就是肯定会竞选，然后这个蒋万安可能等之后。就是然后这个韩国瑜有可能和卢秀燕搭档，就是说国民党人这是认为最合适的这个选择。但是目前看来，郑丽文在进了习近平之后，他的野心在不断膨胀。习近平已经把郑丽文视为自己人，而且不是光是自己人，就是台湾的下一代的就是国民党2028年，他就中共那边肯定力推郑丽文。而且最近这个马办也出了事，就马英九基金会，对，就马英九是真的痴呆了吗？还是我个人认为马英九他。就是还发信什么反驳啊，还是什么的澄清？那个叫侯什么陈，就是那个人，萧旭晨，萧旭晨，他是这样。马英九，我觉得他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这是和事件是2个事件。我认为这个马英九基金会本身财务上或者各方面萧旭晨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把
金福聪找过来，然后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它本质上问题其实是这个对台政策或者是中共这个代理人之争。就马英九，我个人是认为他说了很多习近平的好话，但我始终认为马英九他是有底线，他是有底线，他是所谓的这个统一也好，他是偏向于华统，就是中华民国统一，他不希望这个双方发生战争，所以说他要和习近平对话，甚至他说出相信习近平这样的话来。但是中共希望的人是一个接受中共统一的这么一个人，而这个人最合适的代表，你可以说之前肖旭成也好，或者是现在是郑丽文也好，我认为现在这个马办包括马英九基金会出的事儿，其实是这两派的这个路线之争，所以这是最近台湾比较热的一个新闻吧。背后会不会有中共的影子呢？一定有中共影，包括你看赵少康是这个蓝营非常。亲共的感觉，很红的一个人，他是红，就是很偏红的人嘛。以前他其实是传统的蓝营，就是中华民国派的。然后他在这个去年国民党这个大选的时候，他当时支持的是这个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就他们是战斗蓝嘛。赵少康就直接节目里就说这个大选是受到这个中共影响的。然后甚至开了记者会，丢了一些证据出来，就中共通过各方面试图去影响大选，把这个邓丽文推上事儿。包括这次马办出事之后，很明显国民党就分为两派站出来说话，就是赵少康一派，赵少康采访了金福聪，你一看就是站在金福聪和马英九这边，和肖玉成对着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就国民党面临的这个路线之争，就是你到底和这个所谓这个亲美派和亲中派也好，或者是这个红统派和这个传统的民国派，我觉得在未来1年，在中共的主义之下，肯定会爆发更多的冲突。觉得国民党内部也会有分裂是吗？哎呀，这国民党以前就宁汉就分裂过嘛，那个时候。而且当时那个谁，就是橙色的那个党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民众党吗？不是，就是那个2012年还是2004年的时候，当时你说新党？不，你说那个亲民党宋楚瑜，对，他不就是分出去了嘛，对吧？对，当时就是宋楚瑜和连战那时候分，后来又合了，但是现在亲民党已经没有实力，对。对，但是我们今天话题一开始聊啥来着？怎么聊到台湾？回到王岐山，我也会讲到王岐山，对，王岐山聊到宋楚瑜了，咱们变成火锅局了，火锅局，想聊到哪儿是哪儿，聊到哪儿是哪儿。但是话题这个还是要转到中共，就是说，习近平可见在过去几年确实是对内对外有很多让他不顺心的事。这个我们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但他肯定是越来越不高兴。而且我觉得习近平越老越变态，我觉得那个的对，就王岐山秘书这个事情，我觉得无法理解。王岐山已经对习近平构不成威胁了。而且他那么多秘书已经出事了，你把一个退休9年的李小红再抓出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就是给别人看嘛？你就是说王岐山已经被我打死在地上了，我现在再抽他一鞭子，你们给我看着，不就是这个表态吗？那我是特别不懂，为什么习近平要去访问北韩呢？北朝鲜没有任何实力，他作为一个他所谓定于一尊的人他是那个就周恩来当时跟金日成签了一个中朝什么就是战略伙伴，类似于那种就是如果一方被军事攻击的话，另外一方会出兵嘛，就那个条约65周年。习近平就去签这个，不是签那个，就是以这个庆祝的名义去的，但是他确实是可能想拉着北韩一块来对抗日本。有这个能力吗？没有吧，没有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携个轴心吧，就是他就像当年希特勒拉着墨索里尼战斗力几乎为负的。哎呀，这不提了。当时打个南斯拉夫打希腊打不下来，然后德国人出来打南斯拉夫打不下来，打北非打不下来，要隆美尔出场，然后希特勒说你这打到最后，然后墨索里尼还不行，这个意大利还变成了同盟国。就说你这个希特勒想想，我说我这二战拉谁不好，拉意大利。天哪！对，现在习近平可能估计也是拉着北韩就是撞声势，可能是对。但是确实，我觉得如此说来，金正恩的这个眼力劲儿可能比习近平还高一点。对啊，人瑞士留学，人家比那个小学毕业生强多了嘛。那在你金正恩面前，到时候习近平心里又不平衡了。你还金正恩会讲英文、法文，我猜。是吗？对，说不定德文也会讲。瑞士3种语言嘛，对，3种，还有意大利语。对，是。哎呀，所以这个天下大事，这个属于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为我觉得，其实习近平一般来说，这种独裁者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身体不行的时候，他越发疑神疑鬼。你越是身体不行的时候，你又越觉得权力失控，然后你越会觉得身边的人可能都是在反对你。所以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习近平的心理会变态。他现在我觉得，就比如说他打王岐山的部下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还有很多人反对他连任，特别是太子党内部，所以习近平可能想弄一个人出来立威的。是，但我觉得物极必反，习近平这么做下去啊，做得越狠。就是咱们看历史故事，包括今天提到你王岐山、刘少奇，你做这些事情，最后都会回到自己身上。对，是，所以我相信这一天可能也不远了。希望这样。现在就是垃圾时间，对，看谁比得过谁。对，这个时间可能也会过得很快。对，所以不知道各位观众们大家怎么想？你们觉得习近平为什么要拿王岐山开刀？对呀，是。然后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再见。